快去禀报老爷，大少爷又跑茅厕找东西吃。竟穿越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还好上辈子是个理工生，这种提寸工艺我还是懂的。瞧瞧，咱们大少爷日子确实不好过，这都把粪水当补汤熬上了。孽障，还不给我滚进来！你这逆子又去哪儿鬼混了？弄得一身恶臭。父亲息怒，大哥不过是去茅房寻了些稀世珍宝，正在灶房里熬大补汤呢。我所熬之物，乃是治兵的奇方，若能大成，李家必将一跃成为大钱首富。一派胡言！寒冰乃冬日天赐，专供皇家享用，岂是你用粪土能熬出来的？此等狂悖蠢笨之徒，老夫教不了，告辞。你就算发疯，也别在外面丢我祖宗的脸。大哥既然志向高远，明日不如进宫给圣上变个戏法，说不定还能讨个茅厕侯当当。今日诸位嫌我臭，他日只怕要眼红我手中财。若夜如水，有一些情话，暗无分红霞，才终回家。悠悠风来，来你的桑麻。老爷开恩，少爷在办正事儿。把他们轰出去！从此我没你这个儿子，死在外面也休想踏进家门半步。少爷，咱不受那气儿也罢，正好去我那儿。虽然破点，好歹能遮风挡雨。俺手里还有点碎银子，咱们兄弟俩搭伙干一票。少爷，这玩意儿真能变出冰来？只要不出岔子，绝无问题。不过材料有点不够，咱们得多弄点来。这附近有没有公用的茅厕？走，我带你去。什么变态啊！李大少，这土真比金子还难弄，险些把老命搭进去。这顿打没白挨。少爷，瓦缸铜盆都找来了，您要这些干嘛？这是咱的发财路，再去打一盆井水来。就这么放着，水就能变成冰？这才是关键。慢慢搅拌，手别停。啊，好凉！这盆壁怎么突然这么冰？少爷，盆里的水好像有点变稠了。大功告成，成了，真的成冰了！少爷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验证成功，接下来就可以大批量制作了。让让，都让让！少爷，咱们真要在这儿摆摊儿？这可是西市，王家冰玉阁就在对面，咱们这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？动的就是太岁，先看。是冰，是冰啊！天老爷，这么纯净的冰，连王家的冰玉阁里都见不到。
这得多少银子一块啊？诸位街坊，在下李凡，今日试营业，全场10文，给我来10斤！我要1碗冰水，快，热死老子了！都给我滚开！我当是谁？原来是被李家扫地出门的大少爷。怎么，茅厕里没待够，跑这儿来坑大家伙是吧？开门做生意，各凭本事。王掌柜若是想买冰，后面排队去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京城卖冰？谁不知道这京城的冰室是我王家的地盘？你这冰来历不明，说不定是用什么妖术变出来的毒水。来人，给我把这摊子砸了，把这妖人扭送官府！谁敢动我兄弟？砸！让他砸！诸位街坊看好了，今日王家砸的不是我李凡的摊子，砸的是你们救命的东西。他们王家卖1两银子1斤，吸干你们的血汗钱。如今我卖10文钱，他们便要砸我的摊儿。难道这大钱的天下是他王家的天下吗？不许砸！顺天府办案，闲杂人等退避！有人举报你贩卖私兵，把摊子封了，连人带兵一起押回衙门。赵大，冰块呢？今日内务府送来的冰块为何这么少？皇宫热得像火炉，容妃还怀着龙嗣。陛下息怒，奴才已经派人去催了。但内务府回禀，今年酷暑，王家上贡的冰窖塌了2座，里头的冰全化了。堂堂大钱，连块冰都供不上，要这王家有何用？陛下，奴才在宫外采办的干儿子昨日传进话来，说西少出了个奇人，他卖的冰纯净无比，只要10文钱1斤，只因得罪了王家，昨日被顺天府里偷藏了一块那人的醉冰送进来，奴才验过，那冰比王家上贡的还要好上10倍。有这等事？快去把人给朕带来！大胆狂徒，见了陛下还不下跪！草民李凡，叩见陛下。听说你会妖术，能凭空造冰。回陛下，草民不会妖术，草民懂的是格物致知理，天道造化之术。冰非天赐，乃人力可为。荒谬！老夫行医一生，从未听闻人力能在3伏天造冰。这必定是用阴邪之物所化的毒水，若让宫中贵人用了，你9族都不够诛的。老大人既然不信，何不让草民当场演示一番？试毒事先，一试便知。好，朕就给你一次机会。若你是真能造出冰来，朕恕你无罪，见状片立刻拖出去凌迟处死。你需要什么，尽管开口。草民只需1缸井水、1个铜盆，以及草民的随身布袋。此粉名为寒消，遇水则疯狂吸纳周围之热气，热取则寒生，此乃天道循环。只要外层水将内层水的热量吸尽，内层之水自然凝结成。啊，这不可能！凭空生冰，这是夺天地之造化呀！好一个格物致知，好一个天道造化！臣愚钝，此乃祥瑞，此乃天降祥瑞于大钱啊！陛下，这盆冰乃是用纯净的无根水冻结，毫无杂质，可直接食用。这寒消制冰之法，成本凛冽，可无穷无尽的造冰。若陛下恩准，草民愿将执法与朝廷合作，解这京城数百万百姓的酷暑之厄。传朕旨意，查封王家所有兵将，黄金彪等人仗势欺人，打入大牢，秋后问斩。顺天府尹草菅人命，革职查办。朕特赐你天下第1兵商玉匾，为内务府唯一特供皇商。整个大钱的冰业，从今往后由你一人执掌。
草民领旨。王家被抄了，快看，是御赐的金匾，这可是皇上亲赐的，这是要发呀！老爷，大消息啊！天大的消息！那个在西市卖冰块，被圣上钦点为皇商，赐了金匾的东家，是大少爷呀！你说什么胡话？你疯了！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是皇商？他懂什么造冰？冰明明是上天赐予的。大少爷当着圣上的面，用2个铜盆就变出了寒冰。圣上龙颜大悦，不仅赏了金匾，还把原本属于王家的冰液全交给了大少爷。如今满京城的达官显贵排着队给大少爷送礼，连内务府的总管太监都跟他称兄道弟呀！什么？而且因为顺天府查抄了王家，咱们家抵押在王家的那3条南街商铺，圣上大笔一挥，全都赐给大少爷做冰窖库房了。咱们李家什么都没了呀！我的儿啊，快备轿，把库房里那对玉如意带上，去接我儿回府。听说这位赵老爷以前不过是个穷书生。是啊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嘿呦，这不是李老太爷吗？怎么有空到这儿来了？赵小哥，我是来接樊儿回府的，父子哪有隔夜仇？还请你通报一声。你放肆！放肆！我家东家说了，他如今不过是个在茅厕里煮屎的疯子。东家原话奉还：今日嫌我臭，明日嫌子穷。李老爷，您现在这副穷酸样，还是莫要脏了我家新宅的门第。痛快，真是太痛快了！樊哥，你是没看见李家那老头子的脸色？那盆洗涤水泼下去，他那张老脸简直比吃了黄连还要苦上10倍。这口恶气，咱们兄弟总算是出了。一只随时会被碾死的秋后蚂蚱罢了，不值得我们在他身上浪费精力。赵三，你看眼下的账目，可看出了什么端倪？能有什么端倪？我只看到咱们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了。樊哥，这造兵的买卖简直比直接印银票还快。错，这买卖马上就要见底了。见底？怎么可能？现在满京城的人都排着队买咱们的兵呢。再过1个月便是立秋，到了入冬，你觉得那时候还有人会花钱买我们的兵吗？对啊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那咱们这摇钱树岂不是要断了？不仅会断，而且会引来杀身之祸。我们借着皇权的东风，虽然打垮了王家，等到了冬天，兵不再是稀罕物，皇室对我们的倚重也会减弱。到那时，那些眼红我们家产的权贵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，把我们撕得粉碎。那怎么办？樊哥，你说咱们现在就招兵买马？招兵买马那是造反。还记得半个月前，我让你暗中大量收购的2样东西吗？走，带你去长长见识。樊哥，这黑乎乎的泥巴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可是好东西，这东西我叫它震天雷。给我砸门，捉拿反贼李凡！武统领深夜带兵围我宅邸，不知有何贵战。李凡，本将军接到密报，你私藏违禁军用物资，意图谋反。来人，给我冲进去搜！武将军说我私藏军用物资，你说的可是此物？李凡，你莫不是真疯了？拿个泥巴捏的球来糊弄本将军，给我拿下！装神弄鬼！我的眼睛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武将军，我这泥巴球的滋味如何？你不是要搜查军用物资吗？我院子里这样的泥巴球还有1万个，将军要不要亲自进来点点数？妖法？什么妖法？这叫科学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陛下御赐的金牌，我受陛下密旨，在此研制绝密火器。你竟敢冲撞皇家重地，我看意图谋反的人是你武雄吧？当得知这只是李凡随手扔出的一个泥巴球所造成的威力时，
满朝哗然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任命李凡为工部特命侍郎。真是作孽呀！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别忘了，当初是谁怂恿父亲把他赶出家门的？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我做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？要不是我把那个小畜生赶走，这李家轮得到你？可你呢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讨债的今日就要上门了，咱们家剩下的祖宅马上也要被钱庄收走，李家完了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李凡现在是工部侍郎，他凭什么在外面吃香喝狼，让我们在这里等死？他恨不得食我的肉，扒我的皮，他连门都不让我进。情分断了，孝道断不了。老爷，圣儿说得对，大前朝以孝治天下，当今圣上更是最重孝道。他李凡就是本事再大，也是你李正德的种。哼，他若是不管亲爹死活，那就是忤逆不孝，要被全天下的读书人戳脊梁骨。好，好，扶我起来，雇辆板车把我抬过去。阿仔啊，苍天无眼啊！大家伙给评评理，里面那位李大人是俺家老爷的亲生骨肉。如今他飞黄腾达，顿顿山珍海味，却眼睁睁看着生养他的老父亲病入膏肓，流落街头而不顾。这世上哪有这样不孝子啊！这李大人怎能如此？百善孝为先啊，怎能看着亲爹饿死？这事要是被御史大夫知道，参他一本，他这官怕是当到头了。逆子，你终于舍得出来了！你今日若不认我这个爹，我便了结在你这门前的石狮子上，让全天下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。这尊狮子是实心的，以老太爷现在的力气，恐怕得跑2步撞上去才够劲。需要我让赵三帮忙吗？大前律例，不孝父母者，轻则流放，重则绞监后，你就不怕王法吗？王法？好，那我们就来论论王法。大前律例确有规定，子女须赡养父母，但律例中有一条，凡宗族除名、断绝书以立，且经过官府用印者，恩断义绝。上面白纸黑字，顺天府大印在此。怎么，当初怕我穷，急着划清分线，现在看我富，又想恶心我？这老头也太不要脸了！看儿子要饿死了就除名，看儿子发财了又来认亲。呸！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死啊！你家大业大，随便施舍一点，就当是喂狗了，不行吗？喂狗，狗还会冲我摇尾巴。当初若不是你贪图王家的聘礼，暗中克扣我的月例，我在李家何至于过得连个下人都不如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那些把戏？李老爷子，原来您躲在这儿啊！你们李家的宅子已经被我们钱庄收了，还欠我们1万两银子。今日要是拿不出来，你们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大哥，亲哥，你救救我！1万两对你来说就是9牛1毛啊！我李坟的钱宁可扔进水里，也绝不给你们。顺便提一句，汇通号的掌柜是我派人通知他们来这儿拿人的。范哥，这帮吸血鬼总算处理干净了，接下来咱们干嘛？3伏天过去了，卖冰的红利期已过，你去城外买下一座沙场，再让人去收集石灰石和棕碱。沙子、石头，凡哥，这次您又要搞什么？你就等着瞧吧。将手续接管啊，拉满，火候还不够，再加煤。凡哥，这白花花的实心沙，还有那些石灰、碱面，真能烧出宝贝来。咱们买这庄园和建炉子，可是砸了不少银子。眼皮子浅了不是？夏日卖冰，那是赚个快钱。这炉子里的东西若是成了，咱们不仅能赚尽天下权贵的真金白银，还能把大前朝的民生排包一个台阶。东家，
化了，里面的东西全化成水了。停火，拿铁管来。哇！拿钳子，截断，入退火窑慢冷。这是冰吗？凡哥，你可真是神了！这叫玻璃，这比琉璃纯净100倍。赵三，准备，咱们进宫一趟。陛下，此乃我西域至宝翡翠琉璃盏，世间仅此一件。听闻大钱地大物博，却偏偏造不出这等晶莹剔透的神物。我国主愿以此物为寿礼，贺大钱皇后千秋圣殿。不过什么？不过，我国主希望大钱能免去西域商对3西安年的关税。臣以为西域使臣一片诚心，此琉璃盏确实是夺天地造化之神物。夺天地造化，就这浑浊的夜壶也配叫神物？李凡，你不过是个靠变戏法的弄臣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好大的口气！你若说这是夜壶，那大钱可有比这更好的宝物？李爱卿，你可是火器营那边有了进展？回陛下，火器营按部就班，震天雷已量产5000枚。不过臣今日上殿，并非为了火器。这种残次品，在我大钱，连给狗盛水都嫌跌字儿。放肆！李凡，你若拿不出比这更好的东西，今日便是犯了欺君罔上之死罪。陛下，臣前几日夜观天象，偶得灵感，炼制出了一件真正的夺天地造化之物。今日特来献给陛下与皇后娘娘。这不可能！世上怎么可能有如此纯净的琉璃？李爱卿，此乃何物？可是由绝世寒冰雕刻而成。回陛下，此物名为玻璃，乃是我大钱工匠以烈火熔炼砂石而成。西域蛮夷拿着破烂便想讹诈我大钱关税，真是蚍蜉撼树，可笑不自量。陛下，臣要让这种器皿作为大钱特产，卖遍西域36国。好一个水火交融，点砂成金。贵使，你且看看朕这大钱的特产，比之贵国的国宝如何？贵国主若是喜欢，朕可以赐你们几个，拿回去当夜壶用。陛下，李侍郎此物确实精妙，但奇技愈小，终究不能治国平天下。住口！你这老匹夫，李爱卿造出此等神物，扬我国威，到了你嘴里竟成了奇技愈小，你那国公的爵位是不是当得太安逸了？李凡听旨，臣在。朕即刻下旨，成立皇家琉璃制造局，由你全权统领，户部先拨白银10万两做本金。凡哥，你这几天连火器营都不去了，天天在这儿磨这几块玻璃片干啥？这玻璃片中间厚边缘薄的有啥用啊？赵大，玻璃赚的钱只是用来充实国库，堵住朝堂上那些文官的嘴，但这几块小小的镜片却是能改变战争格局的杀器。杀器？这玩意儿能砸死人？还是能像震天石一样炸开？他杀不了人，但他能让你看清怎么杀人。走，带上几枚震天石，跟我去一趟京城北面的烽火台。我已经派人去请陛下了。李爱卿，你带朕来这荒郊野岭，说是火器营有了新的突破，朕怎么没看到新的大炮火种？李大人，最近敌国屡屡在边境集结，军情紧急，圣上可没闲工夫陪你在这儿吹冷风。陛下，您且看正北方那座山头，距离此处少说也有10里地，您肉眼能看到什么？什么也看不清。请陛下将此物放在右眼前，闭上左眼，然后慢慢拉动后面这节细管。
10里之外，纤毫毕现，连敌军赤叟脸上的胡须都历历在目。李爱卿，此乃何等仙家法宝？陛下，此物名为千里镜，玻璃之法不仅可制器皿，更可制神镜，堪破敌营。千里镜，10里之外，纤毫毕现。那探子当真是这么说的？回国公爷，千真万确。陛下在烽火台上试了那神镜，当场龙颜大悦。兵部那帮老东西更是像疯了一样，直呼此乃克制北奴的神器。陛下已经下旨，连夜赶制100副千里镜装备。庶子误我，庶子误我呀！他造冰块敛财，本宫忍了；搞出玻璃断我财路，本宫也忍了。这千里镜一旦装备边关，本宫与北卢暗中交易的商道，岂不是全暴露了？国公爷，这李坟如今胜券正浓，又是工部特命侍郎，身边还有御围军暗中保护。咱们若是明面上动他，那就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。他以为懂些奇技巧妙，就能在这大前朝呼风唤雨了。去请鬼刃出山，告诉他，我要李凡的项上人头，还有他庄园里所有的图纸。鬼刃，今夜有暴雨，这是杀人夜。范哥，这都3更天了，您怎么还不睡？这天闷的邪乎，我右眼皮一直跳。你的直觉很准，白天我们在烽火台露了底，断了某些人的命脉，今晚必定会来斩草除根。什么？有刺客？那我去喊御林军的兄弟们起来戒备。不用喊了，御林军虽然精锐，但在顶级杀手面前不过是活靶子。而且我就是要放他们进来。放他们进来？凡哥，你疯了？咱们就2个人。谁说我们只有2个人？去把我下午让你埋在院子里的那几根引线牵进屋里来。堂堂工部侍郎的宅院，防备竟如此失措。文人终究是文人，狂妄无知。卑鄙！居然用如此暗器！不要踩墙头，用飞爪直接荡进去！今夜定要将这李坟千刀万剐！这是什么妖法？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走啊！装神弄鬼的文弱梳子，老子杀了你！10步之内，人尽敌国。10步之内，枪又快又准。啊，凡哥，这就完事儿了？那可是鬼刃啊！刺客是死了，但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既然赵国公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我的命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赵三，备马。凡哥，大半夜的，外面下着暴雨，咱们去哪儿？进攻面圣。